庆应3年，也就是大清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新开11口，赔款2000万白银，割让80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后的第3年，日本的开化运动也终于迎来了决战时刻。党部军和朝廷内分别都发生了一件在今天的史学界充满争议的事件：坂本龙马的传宗八策和明治天皇的党务密敕。今天我们来聊聊这2件事。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在这之前，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以及土佐的后藤象二郎、坂本龙马、中冈胜太郎等人，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成立了支持大政奉还的萨土同盟。庆应3年6月9日，坂本龙马与当时作为土佐藩参政而活跃的后藤象二郎一起，乘坐土佐藩的蒸汽船西岩丸从长崎出发。早在这之前的1月，在长崎会谈中，坂本龙马就和后藤象二郎热烈地讨论过大政奉还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在这艘船上，他们再次讨论这些方案。最终，他们产生了史称传宗八策的新政府构想，据说是坂本龙马口述，旁边的海员对事长冈千吉记录下来的。但是现在原件已经失传，也有说法认为这只是坂本龙马听了赤松小三郎的构想，融合了他的朋友横井小兰的主张之后的微创新。他们2人的主张现在原文也找不到了，没法查重。总之，这个争议先放到一边，回到主线上来。下关美术博物馆收藏的，据传是坂本龙马亲笔手写的新政府纲领8策的内容如下：第一义，聘请天下名士以为顾问；第二义，选拔有能大名，重新授予朝廷官爵，取消现有的有名无实的官职；第三义，明确外交关系的定义；第四义，制定律令，新设大典，大名们应该按成文律令指挥家臣和领民；第五义，上下议政所；第六义，海陆军局；第7义，清兵；第8义，日本的经营价格与物价当与外国市场相当。以上所述，有识之士随时欢迎加入同盟。若是有人可自认为盟主，开始例行这些原则，告诉天下万民这些事，对那些公开违背的人进行讨伐，当朝权贵们也一定不能继续祸国殃民了。当然，传宗八策原文的版本其实有不少，上面这一版本是如上所述的下关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不过一般使用的传宗八策是明治政府下发的版本，那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伟人的语言风格。各种版本中，下面的结语出入挺大，但是表达的意思基本一样，而且最重要的8策的顺序和大意都是相同的，所以这个争议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总之，传宗八策是用文字铭记了大政奉还的基本原则，包括改正官僚系统、废除不平等条约、制定宪法、2院制议会、扩充海陆军、皇权、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现在看来，这些看起来并不是多么突破性的内容，而且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愿望。但是对于社会运动而言，通常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孰好孰坏，而是要一起发生的时候难以统一，以至于变得都没有声音。所以明确的可以传播的纲领是极其重要的。在此基础上，传宗八策还选择了近代化的正确方向，因此我认为这些内容的出现本身是伟大的。总之，手持8策的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一路向京都出发。庆应3年6月22日，他们与福冈孝弟等土佐藩的家臣以及中冈胜太郎一起约见了萨摩的小松带刀、西乡吉之助、大久保一藏，希望他们也能接受传宗八策。而在此之前的5月，福井藩藩主松平庆永、宇和岛藩藩主伊达忠臣、前土佐藩主山内荣堂以及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在事后会议上也讨论过纲领问题，当时无果。现在虽然萨摩藩已经开始计划武力讨木，不过看完传宗八策之后，还是表示没有意义，可以联署。他们特别支持上下议会的提案，所以承诺在武力讨木之前，他们会看看坂本龙马等人的情况。龙马等人也答应，如果实在不得已，他们也会参加武力倒木。土萨盟约达成。不过在公开的态度上，土佐藩是表达对幕府的忠诚，所以在有识之士中，当时土佐藩被嘲笑为喝醉了就支持天皇，酒醒了又开始支持幕府。但是此时他们确实是能够推动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象二郎回到高知之后，向山内荣堂提交了传宗八策和萨摩藩的态度，山内荣堂于是立即命令准备荐白书。不久之后，后藤象二郎带着这份被称为大政奉还荐白案的逼宫提案，前往京都交给老中，转交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象二郎出发之前，坂本龙马给他送去一封诀别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荐白案没有被采用，那么你们就要做好被赐死的准备了吧。
如果老师你回不来，海员队会找一个将军出门参拜的时机，乘机发动炮击，之后我们就在黄泉相见吧。幕府收到这封建白案之后，并没有特殊化处理，可能当时幕府已经是经常能收到这种爆炸性的消息了。他们回复说，将军会在10月14日的列藩例行述职会议上亲自答复。当然，之事重大，很快各方势力都知道10月14日将是关键时刻。于是，在10月13日晚上，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登门拜访岩仓具视，在那里，岩仓具视向他转交了由岛津藩藩主岛津忠义和他的父亲岛津久光亲自写给大久保利通的信件。我想，即使是在大风大浪中冲浪惯了的大久保利通，看到这封信的内容时也会大吃一惊。这信的附件竟然是天皇下达的讨伐德川庆喜的敕令，史称讨木密敕。此外，之前因为过于激进而被下令隐居的常州藩主毛利敬清和毛利元德父子，也在这一天突然被恢复了官位。而在第二天的10月14日，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天皇密令。在保留下来的倒木密敕上，有准大臣中山忠仁、正清町3条石爱、中御门金枝3名公家的大员的签名，并且本文以赵开头，其内容为：原庆喜凭借其累代积累之威与家族的势力，肆意迫害忠良，屡次抛弃亡命，最终甚至扭曲先帝的诏命，置万民于疾苦深渊之下，罪恶滔天，实为神州倾覆之祸患，正为万民父母。若不讨伐此贼，上不足以慰藉先帝之灵，下不足以回报臣民之怒，此为朕忧愤之所在。只是顾及先皇丧期未曾发作，卿等需谨慎体察朕心，监督贼臣庆喜一党，速请回天之伟绩，安置生灵于山域，此朕之夙愿，卿等勿有懈怠。措辞相当激烈，不过和传中八策一样，讨木密敕是否真实存在，现在也有很大的争议。首先，联署的3个公家大臣字迹看起来都不太像本人的，而且并没有花押，也没有印章，可以说是死无对证。而且他们联署的存在，可能就是为了伪造一种天皇书信的习惯。一般来说，幕府时期天皇的书信是由秘书写原案，然后天皇看文章的内容，判断没有问题之后，签署一个提示当天日期的字符。再然后，这份副本会交由官白或者摄政大臣讨论，如无异议，再次交给天皇，天皇再写一个可字，表示最终的决定。当然，作为密诏不会搞得这么麻烦，确实可能是天皇亲自写的，毕竟信中都没有天皇写的可字。但是既然有公家大员先联署了，就很不合理，为什么要劳烦天皇亲自写？而且开头还是个诏字，你想象一个中国皇帝自己写亲笔信，结果开头写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不是很奇怪吗？就感觉这位皇帝的文化水平好像不太高吧。当然这也有可能直接就是全程都是代笔，为了出事的时候把自己摘出去。江户时期的天皇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这种保险可以上。但是另一方面，交接的方式也很奇怪，当时的岩仓具视还处于因为公武合体事件而被落外流放的状态，那么把这么一份要命的秘密文件交给他的私人住宅转交出去，就太不正常了。总之10月14日，在毛利父子收到倒木密敕的同一时间，在聚集了来自40个藩的代表重臣的2条城里，德川庆喜发表了一段极长的演讲，宣布接受山内荣堂的建白案，史称大政奉还。当然这不可能是临时决定，所以对于倒木密敕，我个人最采信的假说是，这是倒木派朝廷官员们上的最后保险。当时朝廷中也分了亲木派和强行倒木派，但是作为朝廷官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基础都是幕府本身的存在，在大政奉还之前，肯定已经有很多朝臣猜得到德川庆喜的决定了。那么大政奉还之后，强行倒幕派的官僚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主张，因此倒幕派的幕府官僚们在德川庆喜宣布决定之前一点点的时间释放倒幕密敕，其一是为了保持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避免新政府迅速的回到旧体制，其二是为了给明治天皇压力。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变数。虽然没有人知道德川庆喜的想法，但是好歹他是真正说话做事的人，所以大家可以猜个8、9不离10。但是明治天皇的想法就真是个谜了。万一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奏书送上去之后，明治天皇直接给驳回来，那可就真的是维新党人的灭顶之灾了。
所以密诏发给四强藩，这样可以给明治天皇压力，告诉他就算驳回来，也会被解释成受到了幕府压力。到时候再来一次倒幕战争的话，倒的是不是幕府就不好说了。这天皇亲政，他是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好在结果是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10月1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后，将奏书交给公家。15日，明治天皇准奏之后，江户幕府开始了他们的最后工作，也就是政权交接。到12月8日，运行工作基本交接完成，岩仓具视恢复官位，返回朝廷。12月9日，由他主持了王政复古大号令。明治天皇亲政，维新党人和倒幕派接管了所有要害部门。之后虽然还是发生了多次逆流战争，但是时代的基调就此定下，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就这样有惊无险的，没有付出太大代价的跨过了关键一步。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我们下期再见。